那个衣着，那恐怖的气场，我的天啊！难道说那真的是血堂的人？看到那衣着特殊的8个人，莫说处世天族的族人，就连那些躲在暗处围观之人都是吓得脸色煞白，甚至一些人连身体都开始发抖。有胆小的更是不敢继续在此处围观，而是转身就跑。是血堂的威名实在太过响亮，对于许多人来说，是血堂的人根本就不是修武者，而是一群来自地狱的魔鬼，是真正的杀人狂魔，竟然是血堂的人。然而相比于处世天族以及那些普通的围观者，先前刚刚被处世天族族长击溃，从而想要逃离此处的讨伐大军，却是面露喜色。他们来此本来就是为了对付处世天族而来，只是奈何不知处世天族族长修为的他们，却是吃了大亏。本来他们都已经决定赶紧逃离这个十分之地，不成想在这个时候，是血堂的人竟然出现，这让他们见到了转机。所以原本准备逃走的他们，不仅没有逃走，反而是留在此处观望起来。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。然而相比于他人，处世天族族长则是闭上双眼，在内心之中发出了感叹。他很清楚，楚轩辕得罪的人绝不止先前的那些乌合之众那么简单，但楚轩辕得罪的人中，也绝对没有是血堂的人。所以处世天族族长知道，是血堂的人来此，定是受人所托，是血堂，是受人所托，才来找处世天族的麻烦。不知是血堂的诸位来我处世天族是为何事？尽管明知道对方来者不善，可处世天族族长仍然是态度谦和。只不过态度谦和的处世天族族长换来的却是血堂的阵阵冷笑。处世族长，既然你心里清楚，又何必明知故问？今日给你2个选择，第一个选择将楚轩辕之子楚风的命交出来，第二个选择用你处世天族全族族人的命来给楚风陪葬。是血堂其中一人开口说道，他的态度极为嚣张，哪怕同是尊者巅峰，可是他却丝毫没有将处世天族族长放在眼中。真是抱歉，这2个选择老夫皆是不选。话罢，处世天族族长的额头浮现一道天字雷纹，在这一刻他的战力也是随之变强。虽然未能突破道至尊境，可在尊者巅峰之中却已是极为恐怖。而几乎在天字雷纹浮现的同时，磅礴的武力也是自处世天族族长体内释放而出，那竟然化作一个巨大的牢笼，将自己以及是血堂的那8位高手全部封锁在了其中。紧接着处世天族族长便主动发起攻势，竟以一己之力向是血堂的8人攻了过去。一时之间轰鸣四起，武力翻腾，不过强大的涟漪却都被封锁在了一处。是处世天族族长以仙法所铸造的牢笼。处世天族族长不仅以己之力大战8位尊者巅峰的是血堂高手，还以仙法将所有涟漪封锁在了其中，避免其他人被牵连。好强！真是想不到处世天族族长竟然如此强横。尽管人们因修为原因根本看不清楚是天族族长与是血堂8位高手交战的细节，可是那被困在武力牢笼之内，如猛兽一般肆虐翻腾的涟漪，却让人们又惊又恐。他们知道，若是那涟漪释放而出，他们这些围观者怕也是无法安然脱身。副堂主大人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总不能让族长大人一个人去对抗是血堂的人，而我们却袖手旁观吧？此时，许多人都将目光投向了楚轩正法以及处世天族的太上长老，那不是们能够参与的战斗，何况那些家伙还虎视眈眈。此刻，楚轩正法以及楚汉鹏的眼中都是充满了忧虑与警戒，他们的担心并非多余的。尽管那些讨伐大军此时并没有再度对他处世天族发动攻势，可他们却并未离去，并且还虎视眈眈地观察着处世天族族长与嗜血堂8位高手的战局。楚轩正法很明白，那些家伙是在观望，若是处世天族族长胜了，他们会立刻散去；可若是处世天族族长败了，他们便会与嗜血堂的人一同杀入处世天族，对处世天族大开杀戒。最重要的是，面对这种情况，他们却是无能为力，真正能威胁到他们的只有处世天族族长一个人。若是处世天族族长败了，那么他们这些人根本连那些讨伐大军都无法阻挡，就更别说阻挡是血堂的那8位高手了。忽然一声惨叫响起，紧接着一声巨响也是随之传来，那封锁涟漪的牢笼被人击破，原本被封锁涟漪如同脱缰的猛虎，开始向四面八方肆虐而去。一时之间惨叫连连，修为强的人只是被吹飞开来，最多受些皮外伤，可是修为弱的人根本无法承受那涟漪的力量，轻的都是七孔流血，灵魂受创，而严重的更是直接爆体而亡。不过所幸的是，尽管那涟漪恐怖，可却并未伤到处世天族的族人，更多的伤的则是那些躲在不远处围观之人。而之所以没有伤到处世天族的族人，乃是因为一个人强行将那涟漪给挡了下去，是处世天族族长。此时的处世天族族长自那牢笼之中退出，再度站在了处世天族大军的身前。只不过此时的处世天族族长不仅嘴角有血迹溢出，在他的左胸口竟然有一个拳头大小的窟窿，他的左胸被洞穿了，鲜血无法控制的正自他的伤口溢出。最重要的是，那不是简单的皮外伤，是连灵魂都受到了创伤，否则处世天族族长不可能无法将这伤口愈合，更不可能脸色如此的惨白，就连站在那里都是显得有些艰难。见到这样的处世天族族长，处世天族所有人都感觉自己死定了，因为自己的族长大人已是身负重创，可是那是血堂的8个人却是安然无恙，而连自己的族长大人都无法抗衡这些是血堂的魔头，他们这些人就更是如同年板上的鱼肉，他们能做的只有待宰的份。处世族长，机会给过你了，只是你不懂珍惜啊，现在可就别怪我们无情了。是血堂那位发出一阵森森冷笑，随后便高声喝道：今日我是血堂，就要灭了这处世天族，哪个有胆与我辈同行？我来！
那位此话一出，足有数千人响应，而无一例外，那全部都是讨伐楚氏天族的族人。此时，那些先前还狼狈不堪的人，皆是再度杀气冲天，一个个冲天起，随后便整齐地站在了是血堂那8位高手的身后。这些家伙见此一幕，楚宣正法等人气的双眼通红，他们早就知道那些讨伐之人不会就此罢休，只是没想到这么快，他们就再度要对楚氏天族出手。不过，相比于楚宣正法等人，是血堂的8位高手对于眼前的形势，则是非常的满意。很好，有仇必报，就当如此。你们听好了，待到我们将楚氏天族这最后的屏障击破之后，你们就给冲进去，无论男女老少，见一个杀一个，片甲不留。听清楚了吗？是血堂一位高声说道。杀！此时那些讨伐大军也是变得格外兴奋，就好像他们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狠狠地屠戮一下楚氏天族。楚氏族长可做好了受死的准备。是血堂的8位高手同时将目光投向了楚氏天族族长。他们所谓的最后一道屏障，其实说的就是楚氏天族族长。只要将楚氏天族族长击败，那么楚氏天族的其他人就真的只是待宰的羔羊，就算再不情愿，却也只能眼睁睁地死在他们的屠刀之下。想要屠戮我楚氏天族，还要过老夫这关？猛然间，楚氏天族族长发出一声怒吼，紧接着他的身上竟然散发出了黑色的气焰。与此同时，就连他的肌肤也是出现了黑色的纹路，那黑色的纹路如同静脉血液一般，在他身上急速蔓延。原本看上去很是和善的楚氏天族族长，此刻看上去极为的吓人，甚至比是血堂的那些人看上去都还要可怕。最重要的是，当那黑焰出现之后，楚氏天族族长的战力也是再度提升。看到这样的楚氏天族族长，那些站在嗜血堂高手后面的修武者们都是面露惊恐。此时的楚氏天族族长太可怕了，所以他们开始后悔了，后悔要重新挑战楚氏天族，因为他们很明白，若是血堂的8位高手无法击败此刻的楚氏天族族长，那么他们这些人怕是不能像刚刚一样安然离去。族长大人，您……然而看到楚氏天族族长的变化后，楚宣正法等人却是目露担忧。他们知道他们的族长大人有着一颗非常厉害的禁药，那颗禁药服用之后战力会大涨，可是副作用也是极强，甚至可能会死。看着自己族长此时的变化，他们便知道他们的族长大人已经服下了那颗强力的禁药。可就算他们的族长大人赢了，可是他们族长大人接下来面临的很可能将是死亡，所以他们痛心极了。他们很清楚，若不是为了保护他们，他们的族长大人根本不至于做到这一步。受死！猛然间，磅礴的杀意释放而出，楚氏天族族长出手了。这一次与先前不同，这一次他的出手蕴藏着极强的杀意，他不会在手下留情。他不仅要将是血堂的8位高手击杀，他还要将是血堂身后的那几千人全部抹杀。哼，服用禁药而已，便想胜过我们，这那是愚钝。然而，哪怕此刻的楚氏天族族长已是战力大涨，可是血堂的8位高手竟依然不惧，阵阵轰鸣炸响，汹涌的武力如猛兽一般肆虐。此时，楚氏天族族长再度与是血堂的8位高手站在了一处，而最令人吃惊的是，楚氏天族族长明明已经服用了禁药，可是竟然依旧无法战胜是血堂的8位高手。这种情况下，莫说旁人，就连楚氏天族族长自己也是慌了。他已经倾尽全力，将自己的所有手段全部使出，可依旧只能与是血堂的8位高手战平。尽管是血堂的8位高手此刻也是拿他没有任何办法，可是他是凭借禁药的力量才有此时的战力。禁药的药效退去之后，不仅他要死，楚氏天族的所有族人都要死。然而楚氏天族族长不知道的是，此时有着3道眼睛在遥远的天际之外注视着此时楚氏天族所发生的一切，就连他与是血堂8位高手的战斗，而已是被那3道目光看得清清楚楚。那3位分别是祖武龙城、妖族圣城以及神体王城的城主。3位城主跟随楚风来到大千上界，因实力强劲，尽管距离尚远，可楚氏天族此时面临的形势却也是被他们看得清楚。真是想不到，楚氏天族族长的修为竟也会突飞猛进，他这种天赋能有今日修为，可谓算是奇迹了，多半是遇到了奇遇吧。神体王城城主说道。那又如何？他根本不是血堂的对手。妖族圣城城主说完此话，将目光投向了楚风。此时的楚风就在这3位城主的前方，楚风根本不知道3位城主的存在，他仍在向楚氏天族的方向赶去。楚风的目光有所变化，终究是圣袍界灵师，这个距离他应该也是发现了楚氏天族的情况吧。妖族圣城城主说道。肯定已经发现了，只是不知道他会如何抉择。神体王城城主说道。还需要抉择吗？如果是我，肯定转身就逃。妖族圣城城主说道。你好歹是一城之主，这哪里还有一个城主的样子？神体王城城主鄙视地看了一眼妖族圣城城主。然而妖族圣城城主不仅不生气，反而妩媚一笑。君子报仇10年不晚，明知送死却还执意去死，乃是愚蠢。可以说是愚蠢，但也可以说是义气。祖武龙城城主说道。哦，那我倒是要看看楚风这小鬼是聪明多于义气，还是义气多于聪明。妖族圣城城主说道。那就拭目以待吧。祖武龙城城主说道。忽然楚风飞行的速度竟快了许多，原来是他的身体产生了变化，不仅雷纹涌现，就连雷霆铠甲也是覆盖于身，甚至就连远古战剑和远古战斧都是施展而出。楚风将自己所有增强自身的手段全部施展而出，以此来加快自己的速度，以最快的速度向楚氏天族的方向赶去。这个家伙难道他真的要送死？见此一幕，妖族圣城城主那妩媚的脸颊之上涌现出一抹诧异，可是祖武龙城城主的眼中则是涌现出一抹淡淡的笑意。
相比于妖族圣城城主祖武龙城城主，似乎早就料到楚风会做出这个决定。你似乎早就知道他会选择维护自己的族人。妖族圣城城主注意到了祖武龙城城主的变化，看来你不了解楚轩辕。祖武龙城城主说道：“这与楚轩辕有何关系？”妖族圣城城主问道：“只要你了解楚轩辕，你就会知道，楚风绝对不会对自己的族人见死不管，否则他便不是楚轩辕的儿子。”祖武龙城城主说道：“哦。”妖族圣城城主目光闪烁，从他那不确定的目光中可以看出，他仍是有些不理解。而神体王城城主却是一脸兴奋，望着那快速前行的楚风，竟忽然大笑：“这小子有种，我喜欢。”而与此同时，楚氏天族族长与嗜血堂8位高手的战局还在继续，强大的武力仍在天地之间肆虐着。他们的这9位尊者巅峰的对决，仍是在场许多人只能感受威势，却看不清战局的对决。不过其实眼下战局已定，因为楚氏天族族长身上的黑色气焰开始减退，而他的面容也是从凶狠变得痛苦，他的战力正在随着禁药的消退而减弱，取而代之的乃是吞噬肉身的痛楚。呵呀！可猛然间，原本已是落入劣势的楚氏天族族长却忽然发起了反扑之势。与此同时，一声怒吼也是响起，这句话乃是对自己的族人说的：“快逃！”眼见自己已经支撑不住，楚氏天族族长是想用最后的力气来阻挡这些人，给自己的族人留下一丝逃脱的时间。逃！你们谁都逃不掉！是血堂为首的那一位却是发出了一声冷笑，紧接着他身形一闪，便消失在原地。下一刻，他竟已如同鬼魅一般出现在了楚氏天族族长身前，手掌如刃，对着楚氏天族族长的丹田便刺了过去。楚氏天族族长察觉到了攻势，赶忙转身以躲避这个攻势。可谁成想，当他躲开这个攻势之后，嗜血堂另外一位高手已是来到他的近前，并且一拳对着他的面门便轰了过去。一拳命中，楚氏天族族长倒飞而去，如坠落的流星，向楚氏天族的领地坠落而去。土壤翻腾，浓烟冲起，因为速度太快，楚氏天族的众族人反应过来之时，楚氏天族的族长已是落在了地上。此时他浑身的身体不断发出碎裂的声音，他浑身上下的每一寸骨骼都已经断裂开来。最重要的是，他的面门已是血肉模糊，被打得面目全非，看不清原本的模样。族长大人！此一时，楚氏天族的众高手全部来到了他们族长的身旁，想尽一切办法帮助他们的族长大人进行疗伤。可是不管他们使用怎样的手段，却是毫无作用，不仅没有让楚氏天族族长的伤势好转，那伤势反而仍在不断的恶化。这种情况下，楚氏天族的族群之中不断传来哭泣的声音，他们不仅仅是心疼族长大人，更多的是对此刻局面而感到绝望。而看着那已经近乎丧失抵抗之力的楚氏天族族人，嗜血堂以及其身后的众多高手，脸上都是涌现出了幸灾乐祸般的笑容。这正是他们想看到的局面。楚氏天族表现得越是痛苦，他们的内心便越是欢喜。还愣着做什么？对付这些废物，还用我们出手吗？嗜血堂的一位高手对身后的众人说道：“大人，这种货色交给我们便好。”猛然间，那些是血堂身后的许多人纷纷动身，释放出他们磅礴的杀意，向楚氏天族的族人攻了过去。他们并未倾巢而动，而是有一部分人率先发动了攻势。这些打头阵的人总共有500多位，最弱的都是5仙巅峰，而其中最强的乃是3品尊者。面对这样的存在，楚氏天族如临大敌，没有了族长大人，哪怕是面对这些之前的乌合之众，楚氏天族却也没有获胜的把握。毕竟除了楚氏天族族长外，楚氏天族最强的便是太上长老楚汉鹏，可是他的修为也只是3品尊者而已。砰砰！可猛然之间，阵阵闷响不断传来，紧接着大片的鲜血不断自天上倾洒而下。原来是那些攻向楚氏天族的人，凭空出现了道道强大的剑刃。那剑刃不仅凌厉，数量也是极多，剑刃如雨，横扫而去。莫说5仙巅峰瞬间被抹杀，就连3品尊者都是难逃一死。那本可以带给楚氏天族致命打击的500多位高手，竟在顷刻之间全部死去，甚至连一个完整的尸体都没有留下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见到这一幕，许多人心中都产生了这种想法。毕竟这一切发生的太过突然。而当人们不解之际，一道身影也是凭空出现，落在了楚氏天族众位族人之前，竟是一个小辈。看到那落地之人，许多人都是目光大变，因为一眼就能看出，那位挡在楚氏天族身前，并且抹杀了500多位修为高手的，乃是一个小辈。可是当人们看清那位的面容之后，人们的脸上则是出现了相同的表情，那是极度的震惊。他们已是认出了这位来者是谁，是楚风。当人们认出这是楚风之后，内心极度震撼，甚至场面一度安静的有些诡异。人们已经被眼前的一幕所惊得说不出话来。尽管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已经听闻楚风与灵狐鸿飞战平，并列祖武十星第一的名号，可刚刚的500位修武高手之中，可是有着3品尊者呀！那等强者在楚风面前，竟与5仙境没有任何差别，被一击斩杀，这叫他们怎能不感到惊叹？莫说大千上界的人，就连楚氏天族的族人都为楚风此刻的实力而感到震惊。可是转念一想，楚氏天族的众族人又是一阵心痛。莫说他们，就连大千上界的那些旁观者，看到那挡在楚氏天族身前的楚风，也是一阵心疼。毋庸置疑，这是一个真正的天才。他若继续成长下去，搞不好会超越他的父亲，就算立于祖武星域顶端，甚至成为圣光天河内的顶尖高手，也不是没有可能。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少见的天才，今日却要陨落于此。如此天才，大千上界还会再出现吗？想到这里，人们的内心都非常的不是滋味。有点意思，不愧是楚轩辕的儿子，这狠辣的模样
还真不像一个小辈。是血堂的一位高手说道：“为何要攻我处世天族？”楚风问道。他刚刚回来，并不知道全体经过，尽管心中也有猜测，但却不能确定，所以才开口询问。为什么？自然是因为你父亲，你父亲曾杀我全家，我就要灭你全家，父债子偿，天经地义。一时之间，阵阵愤怒咆哮在那些讨伐之人中响起，那声音之中不仅充斥着浓浓的杀意，更是充满了怨念。你们呢？与我父亲也有过节？楚风将目光锁定在了是血堂8位高手的身上。我们与你父亲并无过节，今日来此不过是收人钱财，替人消灾罢了。是血堂为首的人说道。那相比于那些人，你们更该死。楚风说道。是血堂的人听到这话后一阵大笑。我们的确该死，杀过太多不该死的人，不过可惜的是，今日死的不会是我们，而是你。是血堂的一位高手说道。也是。楚风淡淡一笑，旋即说道：冤有头，债有主，既然我父亲不在，你们的账我来清。你们杀了我，放过我的族人。楚风，不可呀！听得此话，楚世天族的许多族人都是发出了呐喊。他们自然不想楚风为了保护他们而去死，那样他们会心中有愧。还真是一副英雄的样子。你就这么不怕死吗？是血堂的高手问道。怕。楚风说道。怕？你居然说怕？我在你的身上可丝毫没有看到怕的样子，你可比你楚世天族的那些所谓长老要淡定多了。是血堂高手这话可谓是相当的讽刺。楚世天族的族人都被吓坏了，那些哭的就不用说了，就算没哭的，脸上却写着不想死的表情。若是小一辈也就罢了，就连老一辈，甚至是那些长老都是如此。正常来说，他们面临灭族之灾，惧怕也是自然。可是偏偏楚风这样一个小辈，在面临生死大劫的时候，竟是面无惧色，如此的坦然，这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使得大部分楚世天族族人看起来都很懦弱。楚风，你真的不一样。不过有一件事情你搞错了，虽然我们的目标是你，可不代表就会放过你楚世天族。这件事的决定权不在你，而在我们。你可以问问他们，他们现在是愿意留下后患，还是斩草除根？是血堂的高手说道。楚世天族作恶多端，一个都不能留。对，杀光这群废物，也是替祖武星域除害了。众人说这话的时候咬牙切齿，也有幸灾乐祸，甚至他们还将楚世天族说成了一个作恶多端、十恶不赦的家族。但那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他们对楚世天族的杀心是如此的坚决。楚风，你看到了吧？不是我们不想放过你族人，实在是人心所向，我们也没有办法。是血堂的高手说道。看着是血堂以及其身后众高手那恶心的嘴脸，楚风的心中恨极了。倘若邪神剑没有被是血魔尊封印，楚风又岂会惧怕这些人？只是奈何邪神剑的力量被封印，楚风只能依靠自己。不过楚风也绝对不会就这样认栽，好歹也都是有些名声的人，对付我这样一个小辈，难道还要以多欺少，以强胜弱？楚风说道。你想怎样？是血堂高手问道。要死也要让我死得心服口服。可有同境界的人来与我一战？楚风问道。有何不敢？是血堂高手淡淡一笑，随后回头望向身后的众多修武者，可有五品尊者敢与这楚风一战？大人，我来。而他此话一出，竟真的有一位男子站了出来，那是一位五品尊者的修武高手。他站出来之后也不废话，亮出自己的仙兵长剑，指向了楚风。楚风，你听好了，我的修为乃是五品尊者，也拥有天赐神体，本可将修为提升到6品尊者境，但为了公平起见，我不会提升修为，就以5品尊者来会你这5品尊者。若是死在我的剑下，可莫说我欺负你。听得此话，楚风轻蔑一笑道：有本事便使出来吧，哪来那么多废话？哼，狂妄的东西，与你父亲一个德行，今日我就让你死得明白！一声怒吼，剑气纵横，那位已是自人群之中飞掠而出。他很聪明，并未直奔楚风而来，他并没有打算凭借手中的兵刃来与楚风硬碰硬，因为他已经发现楚风手中的可不是仙兵，而是半成尊兵。自知兵器吃了亏的他，又想胜过楚风，所以他在还未靠近楚风的时候，施展出了仙法，8条巨蟒凭空而现，每条长达1000米，在空中摆动身躯，连虚空都是一阵颤抖。而此时，那8条巨蟒皆是张着血盆大口，自8个方向向楚风攻了过去。起初，那位还有些担心，若是楚风立刻闪躲，是可能躲开他这仙法的。可是楚风竟毫无闪躲之意，眼见着8条巨蟒已是到了攻击的范围之内，那位的嘴角才扬起一抹得意的弧度。在他看来，这个范围之内，楚风已是避无可避，等待着他的只有死路。可谁曾想，楚风的手臂横扫开来，紧接着竟然有着8道剑气自楚风手中的兵刃飞掠而出，顷刻之间，那8条巨蟒皆被斩断开来。你真的能提升6品修为？就在这时，楚风的声音忽然响起。当听到这个声音之后，那位脸色大变，因为楚风的声音乃是自他身后传来，并且与他极近。而再看向楚世天族，他也是发现楚风原本站立的地方竟已不见楚风的踪影。该死！眼见不妙，那位便要打算逃脱，然而他还没来得及动，便感觉自己的丹田一阵刺痛，低头一看，一把长剑已是自他的身后刺来，将他的丹田洞穿。是楚风。此时的楚风就站在那位的身后，猛然间楚风手臂一挥，那位便硬生生的被楚风斩成2段，不仅肉身断裂，就连灵魂也是魂飞魄散。好快，好强的战力！见此一幕，就连原本想对楚风出手的5品尊者都是默默收起了手中的兵刃。只从刚刚的交手，他们便看得出来，虽然楚风此时的修为是5品尊者，可是他的战力却已无限的接近6品尊者。莫说是1对1，就算此时所有5品尊者一同对楚风出手，也根本无法战胜楚风。好厉害！真是想不到
如此短的时间内，楚风竟然成长到了这种地步，此等实力，怕是除了楚氏天族族长，已经无人能敌了吧？楚风他已经超越了他父亲当年，而看着楚风的手段，大千上界的许多人更是目瞪口呆，更有甚者，都觉得楚风已经超越了他的父亲楚轩辕。这也难怪，毕竟当年楚轩辕离开的时候，不过只有29岁，那时的他已经站在大千上界的顶峰。可若抛开这忽然就拥有尊者巅峰的楚氏天族族长不谈的话，此时的楚风又何尝不是以小辈的身姿站在了大千上界的顶端？只是越是见识到楚风的强大，人们也是越加痛心。这样的天才，大千上界怕是不会再出现了。可是偏偏这样的天才，在今日就要被扼杀，这乃是大千上界大部分人都不希望看到的事。怎么了？这就怕了？是血堂的高手察觉到了身后众人那退缩的举动，不由得发出了讽刺的声音。而此时是血堂高手身后的众人也是面露难堪，他们的确是怕了。刚刚与楚风交手的就是五品尊者，但却被楚风一击斩杀。楚风强大的战力表现得淋漓尽致，他们现在过去不也是自寻死路？大人，楚氏天族本就是卑劣的家族，何必与他们讲道义？直接杀了他算了。若说可以，我愿意手刃于他。人群之中，一位男子说道，他的修为乃是6品尊者，的确有着抹杀楚风的资格。我是血堂，本就是收人钱财，替人消灾，在祖武星域本来就没有什么好名声，所以不是拦着你们，而是为你们考虑。你们若是以强欺弱，那可就是胜之不武，传出去着实是不好听啊。是血堂的高手说道。众人的表情变得复杂，他们其实也都不是什么讲道理的正义人士，否则也不可能在楚氏天族族长放过他们之后，他们还回过头来又要对付楚氏天族。只是血堂高手拦在这里，他们就算想直接动手也是不敢，一切只能听从是血堂高手的安排。那我就压制修为来与他一战。那位说话间便将自己6品尊者的修为压制到了5品尊者。我也来。紧接着其他修武者也都将修为压制到了5品尊者。楚风，我来会一会你。一时之间，足10个人飞掠而出，直奔楚风而来。面对这10位修武高手，楚风却也是丝毫不惧，手握半成尊兵蓝玉渊剑便冲了过去。猛然间，剑气纵横，肆虐天地，将整个虚空都是弄得满是伤痕。尽管那10位手中握着的皆是仙兵，可是他们却并没有丝毫劣势。太不要脸了！说的好听是压制修为，可实际上还不是6品尊者。不过对于这一幕，其实人们早有预料。莫说楚氏天族族人，就连躲在远处的围观者也是看不过去了。6品尊者终究是6品尊者，他们可以将修为压制到5品尊者，可却也不是寻常的5品尊者，他们的战力都极其惊人，更何况眼下还是以多敌少。至于楚风，其实并未将这10个人放在眼中，哪怕他们的战力很高，可楚风若想击败他们，也并不是难事。可楚风偏偏不选择击败他们。楚风之所以提出让同境界的人来与自己交手，乃是因为楚风想拖延时间，这是无奈之举。尽管楚风从来不会把自己的安危寄托于他人，可是此时他却也没有其他办法。楚风只能祈祷这个时候有人会来救他，这乃是没有办法的办法，总比认命要强。所以楚风不仅故意不赢，反而还故意受伤。楚风知道这些人就是喜欢看到自己脆弱的一面，若是能够压制自己，他们反而更乐意继续与楚风切磋。尤其是当楚风展现出实力之后，还败在他们手中，那就更合他们心意。所以这是楚风故意的。先前一击斩杀那位5品尊者是故意的，此刻放水也是故意的。一剑掠过，楚风的左臂被划开了一道伤痕。尽管伤痕不是很深，可楚风终究还是受伤了。哈哈，妖孽及天才，不过如此。刺中楚风的人变得极其兴奋，而这一幕也是刺激到了其他人。他们之前本以为楚风是不可战胜的，可现在他们发现楚风原来也不是无敌的存在。当年他们或是自己或是亲人都曾败在楚轩辕手中，在他们心中那是一种耻辱。如今楚轩辕已死，他们无法找楚轩辕去报仇，可楚风身为楚轩辕的儿子，却已经达到了他父亲当年的高度，能够击败楚风，也就等于是击败了楚轩辕，这对他们来说将得到极大的成就感。而楚风却又偏偏知道他们这种心理，也偏偏满足他们这种心理。楚风开始不断受伤，不断被他们击中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楚风已是遍体鳞伤，甚至还表现出了艰难之势。虽然表现得很艰难，可楚风却偏偏还能继续战斗，一切都是楚风故意的。可是那些人根本就顾不得这么多，眼见着楚风被他们打得遍体鳞伤，自己手中的兵刃不断在楚风身上留下痕迹，他们已经越来越兴奋，甚至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加入战圈围攻楚风。可恶，这不是欺负人吗？而看着那满身伤痕、鲜血淋漓的楚风，仍在奋力战斗，甚至还遭受那些卑鄙小人的羞辱。楚氏天族的族人那叫一个痛心，尤其是那些与楚风关系好的人，他们尽管没有受伤，可却也是揪心的痛。就这样，楚风竟然硬生生的抗下了12个时辰。12个时辰，那可是足足1日的时间。1日的时间，楚风的身上不知道受过多少次伤。楚风早就不成人样，被那些家伙打得面目全非。可那些人反而没有丝毫的疲倦感，甚至更加的兴奋。他们在楚风的身上得到了极大的快感，就连那些没有资格出手，只能站在是血堂高手身后围观的人，竟也是非常的兴奋。不过也有理智之人，大人夜长梦多，要不然还是尽快灭了这楚氏天族吧。一位老者来到了是血堂高手身后，以谦卑的声音说道：“我是血堂想杀的人，就没有能逃得掉的。”是血堂的一位高手说道：“可是没有，可是滚！”那位老者本来还想说些什么，却换来是血堂另外一位高手的怒斥。无奈之下，他也是退了回去。而在此之后，
便也没有人敢再说什么了。不过他们不知道的是，在天际深处却有着3位大人物，始终注视着发生的一切，真是太过分了！以多欺少，以强欺弱，以大欺小，本就很丢人了，竟然还好意思羞辱人家楚风，连老娘都看不下去了。这群废物实在是太可恶了！我说，难道就一直这样看着？要不然暗中出手，将这些不知廉耻的家伙宰了吧？妖族圣城城主说道。不必。祖武龙城城主说道。你这人什么意思啊？你不是说楚风有大用吗？继续下去，楚风他可是会死的，难道你非要等到他快要死的时候才出手？妖族圣城城主问道。他其实是一个很冷漠的人，可是此时连他都看不下去了，可想而知，此时的楚风是有多么的悲惨。可是祖武龙城城主却依旧没有出手的打算，不仅不打算出手，反而淡然自若，对楚风也是没有丝毫的担心。龙兄，你不是想看楚风与灵狐鸿飞交战吗？若是楚风死在了这群废物手中，那可就没意思了。就连神体王城城主也是忍不住开口了。我说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妖族圣城城主不耐烦地问道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不必我们出手。祖武龙城城主说道。听得此话，就连妖族圣城和神体王城城主也是神色一动。可就在这时，天地之间忽然传来一声炸响，紧接着那与楚风交手之人竟在同一时间失去御空之力，随后带着阵阵惨叫，笔直的从虚空之上向地面坠去。由于力道太强，那些人更是直接插入地底深处，落地之时竟已是浑身是血，身负重创，一时之间哀嚎阵阵，惨不忍睹。糟了，这气息！这一刻，那些躲在是血塘身后的众人更是吓得脸色苍白，瑟瑟发抖。他们能够感觉到，此时弥漫于天地之间的气息是如此的强横，只要对方一个念头，他们便会爆体而亡，根本没有反抗的余地，因为那乃是祖武星域最强的境界，至尊境的气息。糟了，这下糟了！眼见大事不妙，那些是血塘身后的众人转身便逃脱，然而他们刚刚动身，潮水般的武力便自四面八方涌现，化作牢笼，将他们全部困在了当中。死定了，死定了！眼看着退路也被封锁，那些人便意识到，这位至尊境的存在，怕是不会轻易放过他们。一时之间，吓得屁滚尿流。至尊境真的是至尊境吗？不过相比于那些想对付楚世天族之人的恐惧，大千上界的围观之人却是更加好奇。对于他们许多人来说，至尊境乃是传说，他们这辈子都未曾见过至尊境的存在。今日真的有至尊境的高手出现，并且还是为大千上界出头。要知道，当年楚轩辕犯下大错，被剥夺族人身份，关押到祖武下界的时候，都没有这等人物出现。那么现在真的有这等存在来帮助楚世天族，楚世天族竟有如此大的面子了。既然来都来了，何不现身？是血塘之中那位势斗为首的高手开口了，他说话的时候竟然是淡然自若，没有丝毫的惧意。是血塘，你们平日里作恶多端，老夫也就忍了，居然连祖武星域的天才都要扼杀，那老夫便忍你们不得了。一道苍老而有力的声音响起，紧接着2道身影便出现在了楚风身旁。看到这2位，楚风顿时大喜，其中一位乃是梁秋成风，而另外一位更加厉害，那便是祖武星域最强界灵师梁秋大师。最重要的是，梁秋大师他不仅是龙纹级圣袍界灵师，他还是一位至尊境的高手，而那肆虐天地主宰一切的威压正是来自于他。梁秋大师竟然是梁秋大师，他这样的人物竟然为我楚世天族出头了。此时莫说大千上界之人震惊，就连楚世天族的族人也是感觉头皮发麻，难以置信。毕竟对于楚世天族族人来说，梁秋大师这种人物可是祖武星域传说级的存在，而他楚世天族与这种人物可没有什么任何关系啊。况且梁秋大师一直是一个中立派，几乎从不插手其他势力的恩怨纠葛，今日竟然破例了，而且这次破例所要得罪的还是祖武星域最危险的势力，是血塘。是什么会让梁秋大师冒此风险？楚风。但很快人们又想到了，可能除了楚风，怕是没有人能让梁秋大师这种人物替楚世天族出头了。楚风小友无碍吧？果然，梁秋大师此时看向楚风，眼中满是关切。前辈晚辈无碍。楚风回道。辛苦你了，为了拖延时间，竟然故意被那群卑鄙小人打伤。梁秋大师说道。什么？故意被打伤？听得此话，众人皆是神色一动。晚辈被逼到绝境，实在没有办法，只能尽我所能的拖延时间，希望老天开眼，能让我楚世天族躲过这一劫。不成想没有等来老天爷，却等来了前辈。前辈今日可是救了我楚世天族，此等大恩，晚辈没齿难忘。楚风此话落下，对梁秋大师施以大礼，而楚风这样一说，更是坐实了梁秋大师的话，让所有人都明白了，楚风原来是在故意拖时间，等人来救援。尽管这种行为很是凭运气，可人们还是佩服。当然，佩服楚风的也只有楚世天族和大千上界的人，那些来讨伐楚世天族的人，可就气得咬牙切齿了。毕竟他们还真的中了楚风这个奸计。老夫刚好就在大千上界附近，听闻你父亲之事后，便担心有人来找麻烦，不成想还真的有人来。也幸亏楚风小友机智，拖延了时间，否则不堪设想啊。梁秋大师说道。突然间，一阵掌声惊人响起，定目一看，竟是血塘的8位高手。此刻他们不仅毫无惧色，竟然还拍起手来，就好像是在挑衅梁秋大师一般。梁秋大师，你可真是好大的口气，说的就好像你来了就能救得了这楚世天族一样。劝您一句，还是尽快离开吧，这件事与你无关，莫要因为这件事丢了您和您爱徒的性命。是血塘的高手说道。作恶多端的恶人，今日老夫就给你们一些教训。梁秋大师说话之间，那威压天地间的威压便发生变化，
向是血堂的8位高手压迫而去。只是下一刻，梁秋大师的脸色却是变得难看起来，因为他惊愕地发现，他的威压竟然无法伤到是血堂的8位高手。有人挡下了他的威压。忽然，一道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响起，紧接着，一道身影也是出现在了是血堂8位高手的身前。这位的身上穿着与是血堂8位高手一样的红色长袍，但是他的脸上还戴着一个如同鬼脸一般的红色盔甲，看上去极为的恐怖。而看到这位之后，莫说旁人，就连梁秋大师和梁秋成风也是神色变化，面露不安，因为这位乃是血堂堂主。完了，这下完了，难怪是血堂有恃无恐，竟然连这个魔头也来了。看到是血堂堂主现身，刚刚以为自己得救的处世天族族人顿时面露绝望。是血堂堂主不仅是一位至尊境高手，他的战力也是极强，他这一生几乎从无败绩。祖武星域都知道是血堂出场会失手，但若是血堂堂主出手，那便绝不会失手。正因凶名太盛，所以哪怕同为一品尊者，可是当梁秋大师看到这是血堂堂主之后，也是面露不安。忽然之间，是血堂堂主衣袍摆动，他体内的威压便如洪水一般释放而出，席卷天地。其威压之强，竟硬生生的将梁秋大师的威压给压制了下去。太可怕了，死定了，绝对是死定了！这样的存在都来了，谁能救得了处世天族？是天药王这处世天族啊！感受着是血堂堂主的威压，那些围观之人都是吓得剧烈颤抖，甚至连说话都说不清楚了。他们还从未感受到过如此可怕的气息，那不仅仅是威压强大那么简单，那等杀意更是恐怖。梁秋大师，我一直没有出手，就是想给你一个机会，可现在你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。是血堂堂主冷声说道。可谁曾想，他此话说完之后，竟又有一道声音在这天地之间炸响。那可未必，那可未必！一道声音在天地之间炸响，引得在场所有人的注意。而紧接着，两道身影便凭空而现，站在了楚风与梁秋大师的身前。那乃是2名女子，其中一个乃是少女，长得极美；另外一个则是一名女子。这名女子同样是倾国倾城之容貌，最重要的是，这名女子的容貌与那少女竟极为相像，一眼望去，这就像是一对姐妹俩。但少女身上更多的是青春活力，而那年龄稍长的女子不仅气质超凡脱俗，她的身上还有着一股畏惧的霸道之气。她高高在上，就宛如天地间的女皇，是那样的不可一世，就宛如天地众生都不被她放在眼中。当看到这2位之后，处世天族的所有族人，尤其是小辈，都是目光变化，面露吃惊。他们一眼就认出那名少女乃是处世天族的人，乃当今处世天族刑罚堂副堂主楚宣正法的女儿楚灵溪。不过小一辈的虽然因楚灵溪的出现而惊讶，但长一辈的却因那名散发着霸道气息的女子而感到震惊。他们都认识这名女子，这名女子便是万州古族的公主古明渊。古明渊，就连那是血堂堂主也是为之大惊，甚至从她的声音之中能够听到2个字：惊恐。古明渊，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古明渊。而当时血堂堂主开口之后，在场那些不认识古明渊的人也都知道此人是谁了。祖武星域当年有2位绝世奇才，正因这2位天才强大到让所有天才黯然失色，所以祖武星域有一个说法：天才之巅，男是楚轩辕，女是古明渊。这2位可是代表着祖武星域最顶尖的存在，拥有着傲视群雄的天赋。如今楚轩辕已经不在世了，可是古明渊他却还活着，而古明渊的威名有多可怕，从是血堂堂主那恐惧的声音就可以看得出来。古族公主，你这是要替处世天族出头吗？是血堂堂主问道，他的声音没有了先前的强势，反而有些心虚的感觉。是又如何？不是又如何？古明渊问道，他语气极其冰冷，高高在上。明明他的气息也只是一品至尊，可在他眼中，是血堂堂主却也如同蝼蚁一般，他根本就没有将其放在眼中。可偏偏面对如此强势甚至目中无人的古明渊，是血堂堂主却是不敢反抗。既然古族公主要护他处世天族，那在下便告辞了。是血堂堂主说完此话，就大袖一挥，准备带着是血堂的8位高手离去。这一幕可是让在场之人大为吃惊，还未交手却已退缩，况且此时退缩的竟然还是凶名赫赫的是血堂堂主，同是一品至尊。面对梁秋大师，是血堂堂主是何态度？可此时面对古明渊又是何态度？这巨大的反差让所有人都意识到了古明渊的强大，想来就来，想走便走。然而就在此时，一道巨大的武力屏障贯穿天地，将是血堂的退路封锁。是古明渊，古明渊意念之间便操控武力筑成了这贯彻天地的屏障，他并不打算善罢甘休。古明渊，我今日给你面子，就此罢休，你可莫要给脸不要脸。此时是血堂堂主也是转过头来，他的目光之中终于不再是恐惧，而是愤怒。的确，古明渊此举确实是有些咄咄逼人，毕竟同是一品至尊，境界上并无差距，何况对方还是此生从无败绩的是血堂堂主。然而面对那明显已经愤怒的是血堂堂主，古明渊的嘴角却扬起一抹淡淡的弧度，他笑得很美，可却也很是轻蔑，那是一种俯视众生的轻蔑。与我这么说话的人都没有好下场。此话响起之际，古明渊便消失不见。下一刻，一声巨响炸开，在是血堂众高手所在的方向，便有一股强大的武力如球体一般扩散开来。那股武力很强，若是扩散开来，怕是在场之人除了梁秋大师都要难逃一死。可是那武力偏偏并未持续扩散，而是在达到一个范围之后便静止不动了。那是屏障
从气息之中能够察觉到，那是古明渊所布置的屏障。当那屏障出现之后，天地之间竟一片安静，人们什么都听不到，也不知道屏障之内发生着什么。楚风也运用天眼，想要尝试看破那屏障，可是哪怕楚风的天眼，竟也无法看透那武力屏障，因为那根本就不是寻常的武力，而是一种特殊的秘籍，专门用来封锁的秘籍。那秘籍有着类似结界之术的效果，只不过这个秘籍的力量却是不容小觑，尤其当它是由一位至尊强者施展而出后，连楚风这样的界灵师都是无可奈何。然而没过多久，那武力屏障便开始出现裂痕，紧接着那武力屏障便碎裂开来，紧接着一道流光自那武力屏障之内飞掠而出，落入处世天族的地界之上。强大的力量在地表之上轰出了一座超级巨坑，尽管浓烟滚滚，可是人们还是可以看见，在那巨坑的中心有着9道身影，不仅有是血堂的8位高手，就连是血堂堂主也在其中。此时这9位是血堂的顶尖高手，不仅满身伤痕，在他们的身上还有着一道物理锁链，将他们9个人捆绑在了一起。这9个废物就交给你处世天族处理了。天际之上传来一道声音，顺声观望，只见天际之上古明渊站在那里，他没有一丝改变，不仅身上散发着令人畏惧的气息，而他的模样也依旧不可一世。可是此时在场的所有人却都无法淡定了。灵犀，你娘亲好厉害！楚风看向身前的楚灵犀，楚风哥哥，只有我娘亲厉害，我就不厉害吗？楚灵犀看着楚风甜甜一笑，紧接着他体内的气息便释放开来。那一刻，在场的所有人都是神色一动，因为楚灵犀的气息竟与楚风一样，乃是3品尊者。可是要知道，当年的楚灵犀可是比楚风弱上不少的，甚至就连天赋，以楚灵犀当年的表现，在大千上界来说的确很强，但在祖武星域来看，却都谈不上是顶尖。而他能有如此大的变化，人们第一个想到的便是他的母亲古明渊。灵犀，你这丫头果然深藏不露啊！楚风笑着说道。他与楚灵犀关系不错，可以说是处世天族小辈之中关系最好的了。毕竟当初处世天族所有人都不接纳楚风的时候，楚灵犀可是最先认可楚风的人。什么深藏不露啊？其实是我母亲帮的我。说起来还是你厉害，你这一身修为可是靠自己。不过楚风哥哥，得知你还活着，这才是最好的消息。楚灵犀对楚风说道。丫头，谢了。楚风说道。谢什么？楚灵犀问道。你母亲她肯出手，还不是的功劳。楚风说道。古明渊和楚轩正法的关系，所有人都知道，但实际上万州古族与处世天族并不是交好的势力，否则处世天族也不会在这么多年来都一直被诸多势力欺凌了。若是有万州古族庇护，哪里会有人敢欺凌处世天族？而今日古明渊不仅替处世天族解围，竟还将是血堂一网打尽。楚风觉得这绝对是楚灵犀的功劳，还以为是什么事呢。我也是处世天族族人啊，我父亲我爷爷可都在处世天族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我母亲今日愿意来，还真不是我的功劳。本来我出关之后得知你没有死，便想回来看你，我是想一个人回来的，可我母亲却非要跟随，她说她也想看看你。楚灵犀说道。竟有此事？听得此话，楚风一愣。灵犀说的对。就在此时，那古明渊的声音也是响起。此时的古明渊已是来到了楚风近前，晚辈楚风拜见前辈。楚风赶忙对古明渊施礼，毕竟这位不仅仅是万州古族的公主，还是楚灵犀的母亲，非要说起来也算是亲戚，还真有几分你父亲的影子。看来楚轩辕后继有人了。古明渊说道。前辈认识我父亲？楚风问道。算是有过几面之缘吧。古明渊说道。随后古明渊大袖一挥，磅礴的武力便化作无数道剑矢，立于虚空之上，自四面八方将那些先前投诚是血堂的人。古明渊大人饶命，大人饶命啊！眼见大事不好，那些人赶忙跪在半空之上，对古明渊磕头作揖，希望古明渊放他们一马。然而古明渊却是根本不理会这些人，而是将目光投向楚风。楚风，这些人的命在你手里，你说放就放，你说杀便杀。此时楚风看向那些人，眼中闪过一抹狠色，他只说了一个字：杀。唰啦啦，楚风话音刚落，那漫天的剑矢便如暴雨一般自四面八方同时射向了那群修武高手。伴随着剑矢的飞舞，一片血雨也是从天而降，那些修武高手全部丧命于其中。见此一幕，莫说那些围观之人，就连处世天族族人也是倒吸了一口凉气。要知道那些人可不是平庸之辈，乃是修武高手。可就是这样的修武高手，却只在古明渊的意念之间便全部死去。这便是境界的差距，只要实力够强，哪怕再强的人也可以轻易抹杀。大人饶命，大人饶命！突然之间又有阵阵求饶之声传来，还是那些讨伐之人。最开始前来讨伐之人足有上万，虽然被处世天族长期退后，有一部人直接逃离，但仍有大部分人留在此处。当时血堂的人出现后，其中一部分人选择追随是血堂，继续对付处世天族，而那些人就在刚刚全部被古明渊所杀。此时跪地求饶的是那些被处世天族族长放过后，只是继续围观，并没有追随是血堂继续对付处世天族的人。他们并没有如那些死去之人一样忘恩负义，甚至在那些人的对比之下，他们还算仁义。可终究他们来到此处的初衷也是讨伐处世天族，所以他们很害怕古明渊和处世天族不肯放过他们。这些人是怎么回事？古明渊开口问道。毕竟他是刚刚来到此处的，所以他还并不知道关于那些人的具体情况。前辈，他们也是来找麻烦的，不过被族长大人击退后，已经说过放过他们了。既然他们没有像那些人一样忘恩负义，便放过他们吧。楚风虽然也是后来才赶到的，但毕竟比古明渊到的要早得多，所以从旁人口中已是了解到具体的经过。
原来如此。古明渊点了点头，随后大袖一挥，猛然间，无数道光点自其袖口飞掠而出，宛如箭矢一般，分别射入了那些跪地之人的体内。那光点入体，所有人都是面露惊恐，还以为古明渊突然出手是要抹杀他们。可他们很快又惊愕地发现，尽管光点的确进入了他们体内，但他们的身上并没有伤痕，也没有痛苦的症状，是魂毒。但很快，还是有人发出恐惧的惊呼，还是有人发现了那光点究竟为何物？什么魂毒？而听得此话，那些人的脸色也都是变得惨白。所谓魂毒，顾名思义，是融入灵魂的毒药。修武者到了他们这种境界，肉身不过只是躯壳，灵魂才是根本。肉身碎裂都不会有痛楚，可若是伤及灵魂，哪怕只是在身体上留下一道小小的伤口，也会带给他们极大的痛楚。而这魂毒融入灵魂，可想而知是怎样的后果，那可是能够危及性命的。我这魂毒不会要你们性命，也不会影响你们修炼，只要你们日后能够远离处世天族，你们该活到多少岁便活到多少岁。可倘若你们屡教不改，还是要犯糊涂的话，那这魂毒会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做生不如死。古明渊冷漠地说道：公主大人，我们再也不敢了，真的再也不敢了，给一条活路吧。公主大人，求您了，我们今日来此本就是虚张声势，并没有真的打算对付处世天族啊。那些人吓得再度跪地求饶。然而面对众人的求饶，古明渊却是面色不改，不仅没有丝毫的怜悯，反而是有些不耐烦地丢出了一句话：要么立刻滚，要么我现在就催动你们体内的魂毒。他此话一出，谁还敢继续逗留？毕竟这古明渊刚刚抹杀那些人的时候，可是连眼睛都没有眨过一下。说得好听，这是万州古族的公主大人，可是说她是一个女魔头，显然更为贴切。所以就算再不情愿，可是那些人也是不敢犹豫，而是转身向远处逃遁而去。一时之间尽显狼狈。而见此一幕，众人也都算是彻底了解了古明渊的手段，相比于处世天族族长，宽宏大量的直接放过那些人。显然古明渊的手段对处世天族更有保障，就连楚风对古明渊都是越发敬佩。楚风早就知道万州古族如今真正的掌舵人并不是族长，而是古明渊这位公主大人。今日一见，还真是名不虚传。就在这时，一阵痛苦的哀嚎传来，是处世天族族长。此时的处世天族族长已是面目全非，丧失意识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不仅在丧失意识的情况下痛苦的哀嚎，在他的体内竟有淡淡的光满体正在散去，而伴随着那光华散去，处世天族族长也是变得极为的虚弱，生命特征都在急速削弱。糟了，灵魂要散！见此一幕，梁秋成风和梁秋大师同时动身，来到了处世天族族长身旁，施展结界阵法来稳定住处世天族族长的伤势。大师，我族长大人他服用了禁药，可好医治？几乎与此同时，楚风也是来到近前。他已是知道族长大人服用了禁药，也知道族长大人正遭受反噬，但却没有想到会这么严重。从眼下的情况来看，已是危及了性命。楚风小友放心，虽然是有些棘手，但有老夫在，不会有大碍。不过需要为我们准备地方，必须立刻彻底医治，否则后患无穷。梁秋大师说道。而他此话一出，处世天族族人哪里还敢怠慢，赶忙为梁秋大师准备可以安心医治处世天族族长的地方。前辈，可需要我帮忙？楚风关切地问道。他着实是放心不下处世天族族长的伤势。小友莫要担心，我与程风二人足矣，你还是先处理一下族内的事情吧。梁秋大师之所以这样说，那是因为他清楚，想要对付是血堂的人，处世天族的族人肯定不行；想要对付是血堂，需要依仗古明渊。但依照眼前的情况来看，除了楚灵溪之外，古明渊应该只会给楚风面子，所以楚风必须留下。至于如何对付是血堂的人，自然不是杀了他们那么简单。若是杀了他们就能解决问题，刚刚古明渊就直接动手了。以他的性格，既然已经得罪了人，就根本不会留活口。而他之所以留活口，那是因为是血堂与处世天族本无仇怨，他们今日来此乃是受人指使，因此必须从他们口中挖出那幕后的指使人，那位才是真正的威胁。若不将此人挖出，后患无穷。毕竟能将是血堂堂主请出来的人，绝对不是寻常之辈。